家今天晚上吃红烧肉，我特地给你留了一点，你拿回去在锅里炒一炒，热着吃，可香可好吃了。谁呀？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别吵啊！看仔细点啊！新梅，怎么了？我做错事了。我做错事了。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怎么造反造到我家里来了？住手！谁是你们头头？刘振根，你这个现行反革命，你还逞什么威风？谁是现行反革命？你拿出证据来。证据是不是？这张报纸是你们家的吧？这上面还有你的名字，这就是庐山的铁证。为什么把毛主席的脸用油墨弄脏了？啊？你还想再狡辩下去吗？打倒刘振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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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这个报纸啊是他们家的，但是报纸上的油是我弄上去的。我已经做过调查了，我知道你们一家和牛振根他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包庇牛振根，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希望你能说实话。实话就是，这报纸呢是他们家的，但是牛主任呢，他把报纸送到我们家来让我学习的，是我不小心把报纸弄脏了。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我告诉你，这张报纸就是你女儿放在我面前的，说这是牛振根的罪证。你可以继续包庇他们家，那你女儿就是诬告，就是陷害，年龄再小，照样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你还想救你女儿，你自己就看着办吧。我只能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家了，就在这交代材料。明天早晨，如果还执迷不悟，你就等着你看你女儿进监狱吧。
有人吗？来人呐！新梅。就等他，我儿子在不住下放，回不来，女儿已经在路上，实在等不住。让我女儿见到妈妈最后一面，谢谢，谢谢。现在，来看你妈最后一面。我知道你累了，你睡一会儿就好。我愿意下乡，我哪都愿意去。我求你别走。
心累了，难过，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我是这个家的祸根，不是我的错。他在天有灵，不管你做了什么，他都会原谅你。新梅，你哭出来吧。哎，名单怎么又换了？不是没有牛树吗？对呀，怎么把他的名字又填上去了？你们没听说啊？他爸犯事儿了，是吗？你干什么嘛？干嘛呀？快蹲下！蹲下，蹲。爸，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爸爸，他就是不明白，那张报纸怎么就会到了公宣队的手里，所以他老是觉得有人在监视他，偷听咱们家。爸，你别找！你要上哪儿去啊？我要去找我哥，让哥回来照顾爸爸。不行，你不能去。他要是一回来，他的前途就完了。所以千万不能让你哥哥回来，你知道吗？妈妈，我后悔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孩子，当初我们不让你去，我们还有办法。可是现在你不想去了，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孩子。所以你现在，你就是不去，也得去了。爸。我长大了，妈。我以后会自己找糖吃的。你放心啊。妈，我爱吃糖。爸，你要照顾自己了啊！
你也照顾好你自己。爸爸。干什么？新来第一天就打书记啊？谁扔的？是我扔的。你是吧？好啊你！向贫下中农致敬！向贫下中农致敬！你先听我。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我告向贫下中农。行了，有完没完？啊？你看看你们这帮知青啊，刚来的第一天就打，这都多大了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没闹够是吧？有你们闹够的时候。你们呀，要是能把这种青春热情和能量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好了。我特别希望你们北边的知青能够早日超过南边。报告。说。我就想问一下，齐伟在哪边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南边的。齐伟不跟我们在一个地方啊！报告，我们现在向您立下军令状，我们北边一定会赶超南边，比他们干得更好，赶将日月换新天，您就等着瞧吧！您等着瞧吧！我倒真想瞧瞧。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是我的位置。你的位置？那你喊他呀，看他答应吗？可是我先来的。革命不分先来后到。怎么能这样呢？这你的。哎。书记啊，牛我给你还回来了啊！哎呀，你能不能慢点儿？怎么
啊？怎么了？这是？让媳妇儿给打了？新来的知青上来给我一大乌龟，哎，你看看，肿的不是太厉害吧？行，这是青出于蓝呐。这帮兔崽子比当年我们还猛啊！你们也不怎么样，一来的就打架，打起来还没完。你说说，你们南边北边打过多少架了？啊，这是要干什么？叫我说还是不累？要是累的话，哪有那么多的架可打？瞎说，就是因为太累了，心里边憋得慌，有火才要打架的。哎，当年我们可是从来没输过啊！没输过就能打，在这儿谁都不能打。书记，书记，那新来那帮知青又打起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啊，这话音没落又打起来了。走，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是打架了？啊！太不像话了！你哭什么？你告诉我谁打的你？书记，没人打架，他想家了。哎，刚才不是说你们打起来了吗？没人打架。不会是女知青那边打起来了吧？女知青，这刚来就打架，这太不像话了！走走走，看看。真是一届比一届不生气啊！一来就打架，还是个女同志。走，跟我到大队部。要干什么？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要干什么？啊！男知青在旁边抱着，你们女知青都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是我跟董芳起冲突，新梅她是为了帮我，这事跟她没关系，跟她没关系。书记，你看他给我挠的一道道血口子，你看看呢。哎，书记，你老家哪儿的呀？你管我是哪儿的？东北五常的。哎呀妈呀，我老乡啊！我大姨家就在五常啊，我老去老熟悉了。哎，书记，你想家吧？想家哈。哎，我让我大姨啊烧些大米来给你啊，不，整点高档的啊，哈尔滨红肠，哎，苏联大列子，哎，怎么样？一句话的事儿。哎，你看书记，咱们这算是半个老乡啊。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大舅了。哎呦，大舅啊，你要给我做主啊！行了，我是出生在五常，1岁半就搬家了，谁是你大舅啊？说事情经过。这经过就是他俩欺负我呀！我一到宿舍吧，我就那个扫地呀、烧水呀，给大家做贡献呀。他一回头就看见他把我的铺盖卷扔到了地上。你胡说八道！你闭嘴！你接着说。哦，我明白，不就是想找一个靠墙的位置吗？按说我不挑，但是他把我的铺盖卷扔到地上，弄脏了，我睡哪儿啊？是不是？你们俩听见没有？太不像话了！不是书记，你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是他欺负。行了，你不用说了。有你的脸这么样的吗？啊，到底想要干什么？刚打完书记又打知青，啊！我看解放全世界就靠你们两个得了。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不知道地球怎么转。都站好了，别抱着手，放后头，手放后。还有你，等我接完电话，看我怎么收拾你。哎，是我。啊，对，是新来一批知青。什么牛淑荣，啊，
哎，你们新来的知青里边，有个叫牛淑荣的吗？我就是牛淑荣啊。啊。哦，对啊，确实有个叫牛淑荣的。哦，好，我知道了。哎，好的，好，哎，好。站好。站好了，听见没？我说你呢，你站好了。你看看你，啊，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一看就是个挑食的料。你看看那个牛淑荣，一看就老实巴交的，他能欺负你吗？我告诉你啊，今天的事记在你账上，你下回要是再敢打架，看我怎么收拾你。大舅，书记啊，是他们欺负我呀，书记，不是我。你行了。你看头发。小牛同志啊，刚才来电话说，咱县的革委会主任和你爸是战友。那什么，我叫董芳，我也是海城的。别信呐，你大舅可还没走远呢。我老家东北的，但是我的家是海城的。哎，真的，我是24中的。那个，你叫什么来着？牛淑荣。啊，淑荣啊，你爸还是个大官吧？是不是市领导？我爸疯了。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你看刚才那个电话，那书记吓得屁滚尿流的。哦，我知道了，是秘密吧？不能说，对吧？你放心，我这人嘴很严了，不会说出去啊。哎，谢谢你啊。那个，我觉得刚才那事儿吧，咱们是误会了。我是好心，你们没来过苏北，你们不知道，这儿到了冬天呢，那屋子里可冷了。哎，尤其是那个靠着墙的那个位置，哇，那风啊呼呼的，透着墙钻进来。我就是怕你冻着，我真的是好心。但我这个人吧，我这人就实诚，好心办坏事儿。哎，你能原谅我吗？前倨后恭的，真没骨气。交朋友嘛，什么骨气不骨气的？淑荣啊，我看你就觉得特别的亲，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哈。哎，对了，我老姨家住的离这不远，我让她呀给咱们借好吃的，啊，就这么定了。走了。哎，齐伟，他叫你呢，他叫你呢，哎呀，他叫你呢。哎，咋着呢，高姑娘？你看他叫你呢。有何指示啊？我看你眼熟啊，咱们在哪儿见过吧？不可能，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肯定见过你。你是那个给我献花的女孩啊？那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我记得。那好，我们都来了。有意思。你们两个小丫头，有点意思。你才比我们大多少啊？啊，说话就这么老气横秋的。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回去了。等等。这是你的吧？这都坏了，不要了。新梅，新梅，你等等我。姐
干嘛走那么快？我还想跟齐伟多说2句话呢。我也想跟他多说2句话，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披头散发的样子，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呀？你这样还是很好看的。新梅，新梅，赵新梅，有你这样当妹妹的吗？到你哥这儿来下乡，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还是在那新来的知青名单里看见你。怎么了？看见你哥了，高兴是不是？新梅，出什么事儿了？哥，妈不在了。子博哥，你还在这儿跪着呢，你快起来吧，一会儿天就黑了。叔叔，你别管我。我妈她老人家走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甚至都不知道。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不孝的儿子。你真不起来啊？我不起来，那你在给谁跪啊？当然跟我妈跪了。你跪反了，太阳从这边升起来，我们家在这边呢。我是劝不动你了，我回去找新梅吧。叔叔，我想明白。你想明白什么了？妈，您老人家走好。儿子在这儿对您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会照顾好新梅，当个好哥哥，也会照顾好叔叔。您老的在天之灵，就放心吧。谢谢你啊。你快起来吧。你看你裤子都破了，还说要照顾我们呢，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吧。回宿舍把裤子脱下来，我给你补补吧。走吧，走吧。你补谁的裤子呢？你哥的。我倒希望没这么个哥哥。你还不肯原谅他？他还发誓要好好照顾你呢。你信吗？他说的可认真了。我哥啊，这辈子只对一件事认真，就喜欢鼓捣那堆破铜烂铁，一鼓捣一整天，什么半导体啊、破铁片啊，净整些没用的。谁还没个爱好啊？我觉得你哥他挺好玩的。嗯。他也不是我哥，我也觉得他挺好玩的。问题是他是我亲哥，我们全家都指望着他呢。他但凡争气点，我们家都不至于是现在这样。来，我哥裤子给我补吧。没事儿，我来补吧。你都哭了一整天了，眼睛都那么肿。再说了，这种针线活最费眼睛了。你呀，虽然嘴上嫌弃你哥不争气，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是挺向着他的。我被你说的都有点想我哥哥了。你哥当然好了，你哥现在在当兵，未来前途无量。我们家赵子博同学，哎，可
可就难说了。淑荣，淑荣，我给你把被子上的灰给掸掉了。哎，听说呀，哎，让一下，让一下。听说呀，明天要干重体力活，所以呢，你就早点睡吧。谢谢你啊。哎，谢什么？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不过呀，你以后少和赵新梅在一起，她太凶了。新梅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说她跟说我是一样的啊。对对对，哎，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咱们是一类人啊。以后咱们3个人都最好的朋友。行啊，你们，我们刚来那会儿也想家，可我们也就是打打架，你们倒好，还哭上了，啊？丢不丢人呐？我告诉你们，这才刚开始，往后的日子比现在还苦，比现在还难。怎么着？要不要把你们的裤腰带解下来，上个吊什么的？行了，报数：1、2、3、4、5、6、7、8、9、10、11、12。谁没在？报告师哥，是于老三。于老三呢？到。干嘛去了？拉屎。拉屎之前呢？撒尿。撒尿之前呢？放屁啊！就是放屁啊，有什么可笑的？行啊，你小子，精力挺旺盛的。来，你出来。啊？我敢打死你！啊，师兄，这怎么了？你给我带这儿来干啥呀？拿来。什么呀？跟我装着吧。我真不知道，没装啊。只吃不带，不算腐败；又吃又拿，才叫大拿。没看出来呀，同道中人啊！啊，行。这腊肉老香了，哼，行，就算我于老三纳到投名状，行吗？不成敬意。你以为这是水泊梁山呢？哪学校的？58的。啊，当然没上过课。于老三是吧？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革命小将与当地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啊？哎呀，没那么严重，不就偷一破腊肉吗？再说给他们家留一块呢。就这块破腊肉，够老乡，一家子人吃上1整年的。没那么严重啊。行了，回头我给还回去，就说让野猫叼走了，我给捡着了，下不为例。嗯。要别花了。精力旺盛是吧？没有。好啊，那今晚上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帮大家伙看仓库吧。啊，你别让我睡这儿啊！我们这儿犯了事儿的、调皮捣蛋的，我全给关这儿。3根面币。不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别给我关这儿啊！哎，起来，给我开！开开！你别给我关，别给我关这儿，关这儿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
新梅，你怎么在这儿坐着不回去睡觉呀？我睡不着，想我妈了。你不睡，我也不睡，我在这儿陪你待会儿。你别感冒了。哎，没事，你贴着它，你贴好了。你知道我怎么一下子就醒了吗？怎么了？我梦见我爸爸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儿？我做的梦啊，是一个噩梦。在梦里边，爸爸他遇到好多危险。傻丫头，梦是反的，你爸肯定没事的，平平安安的哦。我也这么跟我自己说的。你说，要是你爸现在站在我面前，他会跟我们说什么？爸爸会说：“回去睡觉。”要是你妈妈呢？你妈妈看到了，她会怎么说呀？让我妈看见我们俩，肯定也会说让我们快点去睡觉。我妈妈也会这么说的。新梅，新梅，你快起来了！新梅，你怎么了，新梅？我来那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特别疼。啊，你躺好别动，我给你倒热水袋啊。你怎么起来了？你躺好，我给你请假去。叔叔没事的，我能坚持。哎，今天叫我们来是干什么呀？今天大伙儿来就是来疏通这道水渠的啊！啊，这都什么季节了，这水该多凉啊！待会儿还要一起下到水里去呢。下水？不是，这不要人命吗？欢迎来到建湖农场，能干就干，不能干就靠边站。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你不能下水。没事的。哎，你等我，我去大队部给你请假，千万不能下水啊！等着我回来啊，听见没有？我很快啊。舒荣，书记。哎呦，小牛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啊。今天挖河道你就不用下水，到大喇叭那儿给大家念念稿子就行。书记，我是来给赵新梅请假的。新来第一天就请假，哪那么娇气啊？不是，这2天是她女同志那个日子，她不太方便，她特别疼，不能下水。您看能不能让她在宿舍里边休息啊？我知道了。那您是批准啦？谢谢书记。哎，回来！啊，你要干什么？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到广播室，啊，把这2篇稿子念了再说。哈哈，啊。哦，
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快扶我一把！哎呦，这个饿死我了，妈呀！谁不冷？受不了了，这。赵晴梅，你怎么不下来啊？我今天不太方便，牛书荣帮我请假去了。哎呀，你这个借口挺好的哈，你不方便。哎，我怎么没想到，我也不方便呢？哎，所有的女同志都不方便，这活没法干了。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这不是牛书荣的声音吗？有的人赵青梅，你还在等他救你啊？人家在大喇叭后面念广播呢，谁管你啊？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减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把别人送走。这样的同志就是慢点，没事吧？没事。没事吧？你脸色这么难看。别这么说，我没事。还说没事，出这么多汗，谁能告诉我他怎么回事？别问了，我非问。行了，你别干了，你上去吧。我不上去。这是命令，上去。哎呀，我都说了，没事儿。上去。哎呀，我让你上去这是命令。你凭什么命令我？我还就告诉你，我赵青梅今天干的活，绝不会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少。行，上去吧，上去吧，来。让你松手！那给我，给我打！哎呀！站起，站着！快接你！这有人疼可真好，又是牛书荣，又是麒麟，小狐狸精还挺幸福。你放下来！干什么？你既然拦不住我，我非得下水！我不能看着大伙干活，我一个人在岸上闲着。所有人都上来，都别干了！今天所有人上来！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为什么不干了？书记，我听说牛书荣今天给他请假了，他今天不方便，为什么不准假？我为什么要准他假？有那么娇惯吗？农村娘们怎么样不都在干活啊？你看这么大的一片稻田啊，正是长粮食的时候，全指着这河沟里的水呢。你不干活，将来吃什么？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抓紧干起来！快点！干什么？谁说不干了？哎呀！哎，秋伟，
干什么？啊！你这是搞破坏，知道吗？我就搞破坏了。少出员工怎么了？再干下去，他这条小命都得搭在里边。你别说的那么邪乎。我觉得秦伟说的对。书记，你那么说话就不对了啊！就这核桃，是革命的财富，我们这些青年就不是革命的财富了？啊！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吗？对呀，咱们知青也是革命的财富，是吧？我同意，不干了，我也不干了，不干了。你干什么？啊！要干什么？都下来！要造反是吧？我跟你说啊，每个人都给我写检查。书记，你别发火，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因为我。有没有好一点啊？来，我们喝口水吧。我没事。你也真是的，你都已经疼成这样了，怎么还能下水呢？不是跟你说让你等等我的吗？我都听到了，你在广播里呢。这个都怪我，我是真不知道书记他没给你假，我就应该回来看看你再去念稿子的。新梅，新梅，你是不是发烧了？怎么这么烫啊？哎，他要这么烧下去的话，不会烧成傻子吧？哎，我可听说高烧能导致心肌炎，说不定还能致命呢。你们帮我照顾他，我很快就回来。新梅她生病了，快！新梅，你坚持住啊，很快就到医院了。他发烧了，大夫，有大夫吗？我们院大夫都在开会呢，还没有专会诊，不就是发烧吗？现在就等着吧。不是，新梅，新梅，你怎么样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已经不好了，没事儿，没事儿。他特别烫，烧的一定很厉害，这个怎么办呀？大夫，看你这样喊什么呀？来拿体温计来了吗？来，测量体温。新梅，能体温啊？你已经烧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量的呀？你别吓我啊，新梅！怎么办呀？救火！救火了！新梅，火了！你别说了，新梅。怎么回事？哪儿着火了？大夫，他着火了！大夫，你快来看看他，他烧的特别厉害。赶紧打退烧针。咱们院里退烧针都用完了，这可怎么办？大夫，你可一定要救救他，大夫。那赶紧去县医院拿呀。针剂、天剂。我去。好，小伙子，我马上跟县医院联系。物理降温。来，进屋。新梅，都怪我，都怨我不好。我怎么先不看看你，再去念稿子呢？
害得你病得那么严重。是，我要睡，睡是吧？新梅，你等一会儿啊，我很快就回来。啊，不是，病人他要喝水。锅炉房的机器昨天坏了，烧不了热水，我们也没有水喝，让病人坚持一下吧。啊，这怎么坚持啊？有人在吗？谁呀？三更半夜的。哎，你好。旁边医院的病人没有热水喝，我想讨口热水喝，行吗？求求你了！啊，等会儿啊，来了。新梅，水来了，再等一下啊。新梅，来，喝点水。新梅，你烧退了吗？吓死我了！我好多了。谢谢你啊。别写了，你病刚好，别给自己累着了。再说了，这笔记又不是明天就交。哎，我没事的，你赶紧睡啊。不让你抽心，不让你想写也写不成。哎，这上面怎么写着于老三的名字啊？你不是在给你自己写检查啊？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是我连累了大家，所以我想着把所有人的检查都写了。这能行吗？这笔记会被看出来的吧？所以啊，我管几个女知青要了笔，只要我写字的时候笔记稍微变化一下，书记他看不出来。一个大队的检查笔记都由你一个人写，你非得累出毛病来不可呢。哎呀，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写吧，要不然我心里难受。那好吧。你这是干嘛呀，淑荣？劝是劝不动你的，我就跟你一起写呗。淑荣，你不用跟我客气。